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的日期来到了2025年6月11号。那今天我们的讲师是我们的吕清龙大使，他今天要来为大家做川普2.0翻转世代，知己知彼，挑战与机会的这样子的一个讲题。那我们欢迎大使，大使你好，麻烦喽。谢谢大家好，大家平安，晚安。晚安。晚安。好，好，开始了哈。好，麻烦你。好，今天非常高兴哈，因为从川普在2月就职、年初就职以来呢，他带给全球很多的不同的反应啊。这些反应呢，不管怎么说，等一下我们大家来分享的话，应该是一个蛮有趣的主题。因为我到处跑，所以朋友见到或者他们比较关心整个国际局势呢，都会问我说，到底川普他这个一大堆的新的点子啊，会带给全世界一个什么样的冲击？我说那当然，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决心的人，很有行动力的人。然后点点点啊，一下子讲不完啊，所以呢，就让我想到说，川普2.0呢翻转世代。那会翻转世代呢，是因为他的一些行事的风格。然后我们如果要理解他这些动作啊，带给美国本身，带给全世界，全世界就包括他现在列为最大的这个所谓的敌人呢，中国大陆。那当然我们也要看看，他跟欧盟之间的这个互动。那另外一个呢，也可以从以欧盟主要的领导国家法国跟德国的这个情况呢立场呢来解读的话呢，也许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川普的一些作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台湾，我们大家呢都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准备，但是大家也不好意思讲出来，就是大家都心里呢错了蛋啊，因为川普的不确定性，还有呢川普的不可预测性英文叫做这个啊叫做不叫 uncertainty。另外一个呢是 unpredictable， 就是没有办法预测的。那这一些呢，拿来跟现在国际关系的运作方式呢，你会看到非常的另类。那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台湾，尤其呢，到底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关税呢？到底新的关税汇率会多少呢？我们现在呢，无从知晓。那我们从外交实务来解读另外一个呢，就从川普要做的这些呢，我们来分析，我们来想想看，到底他里面要做的是有哪一些？那他做到的，或者是他的施政呢，让民众美国民众满意的有哪一些？至于呢，川普自己的一些就被国际社会解读为独特独行的这个状况呢，这个呢，我想大家都是有兴趣去了解的。当然，最重要的对我们而言的话呢，一方面是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演变？那我们知道伦敦的这个谈判呢，就昨天跟今天2天，从白天谈到黑晚谈到天黑那总算呢达成一些所谓的协议。这个协议当然最后呢都要后面的老板，就是川普开板定案，还有呢中国的代表团，当然也要由习近平习主席他去做最后的裁决。那之后会发生哪一些事情呢？可能性呢，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刚刚呢这个 Emily 呢指引呢，她把我们的这个今天大概要分享要报告的这个五页刚刚跑过一遍，我们再跑一次因为有人刚上来那这第一页先不要转开先回到第一页，回到首页，对不起。
首页呢，这些台北101呢，我对台北101是情有独钟哈，因为它代表的就是台湾在当下全球里边呢，大家都知道台湾今天仍然是存在的因为我这句话讲的，有些人会不满意。因为明明你是我的一部分，你怎么说你存在？事实上呢，我们不必做口舌之争。如果今天等一下你看到川普在这个要这个开始着手所谓的征收所谓对等关税的那一个场景呢，他手上拿的一大片的这个像海报一样的这个纸板或者面板。那排列的，他要征收新税率的这个一个总表。那台湾呢，就排在欧盟排在中国大陆、欧盟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越南。接下来呢，台湾呢排在第4。那我大概算了一下，我们的税率32%呢，是在所有川普要征收课征新的关税的国家的比例高，从最高的算起的排名第16。那换句话说呢，如果拿这个金额这个比例数来看的话呢，那我们全球的国际贸易的这个排名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再跟大家提一下。上一次我们大概讲过。那如果大家知道我们在去年2024年呢，我们是全球排名第16大的出口国家。那我们去年是美国的第8大出口国家。那我们出口呢占了1.6%，全球那进口呢是排名第21，1.47%。进出口加起来总额全球排名的话，我们排名第19。各位伙伴们我们冷静的想一想我们国际处境全球独一无二。那我们呢，竟然呢可以是以去年来讲的话，是全球排名第21大经济体。如果用现在在计算国民的平价购买力、国民所得，英文叫做 GDP 的这个排名来讲的话呢，我们呢可以排名全球第16。当然一句话，这一些都不是奇迹。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到左边的这个首页呢，你看到我们的101呢，对我来讲，那是一个非常象征性的实力展示。那也许大家还记得，前我在上2次分享的时候，我都特别强调，那一张有这个101在左下方，不是现在看的这一张左下方有好几面国旗，而我们的国旗排在第1个，国旗飘扬的那一张呢，是我在法国第3次这个工作期间呢，只要我们可以参加活动，他们都会悬挂或者张贴出代表单位的 logo，那一张就是我们的 logo。因为101当然曾经全世界最高的建筑物，现在排名第11。但是它的绿色建筑呢，它的这个全球第1呢，它一直那个牌子一直都在。各位有兴趣的话，有空的话，你到101前面去看一看呢，你会觉得说，哇，原来101不是只有照片看起来那个样子。你到那里去看了以后呢，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台湾真的不容易刚刚我们也接到这个紧急通报有地震。台湾一年的有感跟无感地震呢，加起来超过1000次以上。那我们呢，能够面对台风、地震、登革热、传统包袱，还有特别的邻居的这种非常独特的处境之下呢，我们非但站稳了脚步，我们可以脱离贫穷，然后呢，能够到今天呢，在川普他要重新调整所有的关税，因为贸易的公不公平我们先不谈，因为贸易的运作方式呢，
造成今天美国它在关税这方面呢必须做必要的调整。那它为什么要调整？等一下呢会看到我们找出来的或者引述的专家学者的一些看法。那这张首页呢，尤其是台北101加上我们的国旗，对我来讲意义重大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们要告诉全世界，我还在，各位存在才有希望啊！今天假使说在中华民国，今天在台湾，大家不知道说这个有一阵子大概20-30年前呢，我们的电脑 PC 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桌上型的电脑，或者是手提电脑，这一些甚至于呢，很多地方大家不了解的是我们的工业用电脑、工业用的手提电脑，台湾竟然是全球排名第1什么叫做工业用的手提电脑？就是你在工地里面，你有很多要计算的啦，然后呢要存档的啦，然后呢要修改的呢，那个很重的那个电脑，一个电脑大概2-3公斤厚厚实实的。然后呢，那一些的诉求就是功能的需求呢，那当然是没话说，是属于工业用的这一部分呢，台湾呢是全世界生产第1的国家。那我要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要告诉我们，台湾的表现不错我绝对不会说台湾第1，不会，但是我会说，要论排名，我们可能在前面，但台湾呢已经表现得不错。既然是不错的话，那背后我说明的就是我们可以做出来，我们可以做到不错的这个阶段。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务实一点，台湾还不是世界第1因此呢，我们可以努力的空间呢仍然是很大。那你要努力，那当然你要看你有没有机会去努力如果机会来的时候，那个就是一种挑战。你面对挑战的时候呢，你能不能把握机会？然后你凭什么去面对挑战？然后呢，达到你的我们讲说目标，或者是你能够心想事成。这一些呢，在现代的国际社会里边呢，都是一句话叫做实力取向。那换句话说呢，如果各位你在第1届的这个PowerPoint 你看到左下方的兰花。兰花对我们来讲，因为气候的关系，因为湿度，因为纬度，因为阳光日照，还有一些水土的各项关系呢，所以呢，造就了台湾是生产兰花的宝地。当然，它不是全世界的唯一。可是呢，我们在兰花方面所从事的研发，或者说品种的培育的话，那让全世界呢都是只伸出大拇指。你们台湾。一句我们大家都了解的语言叫做不是普通的厉害，那不是普通的厉害。那我们右下方呢有一张照片呢，那个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叫梅花梅花它并没有特别让人家特别注意的鲜艳的这个颜色，可是呢，梅花它代表的呢是我们讲说华人的一个朴实。然后呢，又实在的一个精神。当然，你要解读有不同的解读。对我来讲呢，我很喜欢它，因为我住在嘉义县大林镇，我是大林糖厂的子弟，隔壁就是梅山。梅山距离大林呢不远大概12公里最多。我们那时候呢，从大林到梅山去远足的话呢，那会兴奋的1个礼拜睡不着觉。那等到我们有机会跟国际社会沟通的时候呢，当然你从农业生产、从花卉生产而言的话呢，人家会看到你台湾的农业发展。当然，农业跟渔业是没有办法区分的这一些呢都是见证台湾努力一定有机会的成果。这就是今天由于我一辈子都在外交领域工作，前后驻外呢26年那所以呢，我们从国际社会对台湾的认识从疫情发生之前，更前就是我们被迫宣布退出联合国，那个时候
多少个国际社会的成员，包括法国在内，都认为中华民国大概就此拜拜不见了然而我们今天的存在呢，甚至让川普呢，他竟然敢大大的讲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这个半导体业偷走美国的晶片我们姑且不谈这句话对跟不对，但起码呢，当谈到半导体的时候，谈到晶片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不提到台湾。前年的这个法国这个农历年的法国总统府办了一个他不讲中国新年，他叫农历新年，他也不特别指定中国，他讲农历新年的这个总统府的花园，那很漂亮，它叫做爱丽塞宫。宫的周边有很大的这个面积都是绿地，超漂亮。我进去好几次。那办一个这个茶会，那邀请呢华人，包括台湾的，包括当然大陆的、香港这些、新加坡的这些有华人的这些所谓的领袖人物呢，我们有4位律师呢也应邀参加。那也去跟马克龙总统呢致意马克龙知道说我们从台湾去的同胞的时候，台湾很好，我们真希望你们的这个半导体到法国来投资。我跟各位报告，很高兴的就是我们台湾起码我们的宏达电已经跟美国跟法国的一家非常有名的科研公司呢签署合作协议，最少呢超过3.4亿的欧元双方来合资。那一般大家都知道，法国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个国家，那他会骄傲甚至有人会解读说他很傲慢其实呢也不一定要这样讲，那只是因为你不理解，而且他们的表达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那也就是说如果台湾条件不够好，法国人不会跟你合作，很简单，因为那是最后就是我们要讲的国家利益这从川普2.0来把国家利益接起来的话呢，那我们今天呢可以说前年呢我就讲到这里，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台北101能够让我在法国任何地方呢都可以看到101，而且呢我用置入性行销的方式呢把国旗带上去这样的话呢，我开玩笑说，你要不相信的，你去台北看，我101旁边就是有国旗，我那个是照片。当然也没有人去跟我 challenge 说，你101旁边为什么要挂照片？为什么要挂国旗的照片？如果真的有人问的话呢，我就说很简单，看你是哪一国的国民，你到台湾去你如果是包括在134个免签证的国家的话呢，你不用到我的代表处办签证，你就可以自由的前往台北101去参观。这个呢就是国际沟通。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们在台湾在宝岛的每一个人，你只要有机会，你到国外去的时候呢，我们大大方方的，我们也不必很生气很傲慢的讲我多厉害，不必我们呢只要轻轻松松的解说我的国家现在呢是国际社会的优质合作伙伴，英文叫做 qualified partner， 法文叫 partenaire qualifié那这一些会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去跟国际社会互动。各位，信心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那对川普来讲呢尤其重要。那我们现在呢看到川普的一些作为，你如果从心理学上去了解他的话呢，你就可以体会到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有高度的责任感，他有无比沉重的使命感。怎么表现呢？接下去看就知道。我们现在进到第2页。Hello， PowerPoint 加页OK， 好，不是，就是刚上这个那一部分的第一项，第一，再回去一页，OK。
我这里写从法语的bonjour日安开始，也许大家不知道，以英语来讲的话，你有 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那在法国呢，当然也有 good morning， 叫 bon matinée 下午呢 bon après-midi 就摆在好吧？它会跳页吗？对。如果不会跳页的话，你就按右键，然后按暂停就好了。好。它就不会跳。奇怪，我已经把它提掉了。你按右键，然后选暂停，倒数第3个那个暂停，它就不会动。那要按下页的，是不是按 Enter， 它就跑到下页去？好 ，OK。我刚才讲的，我们在法国期间的 logo 照片，就是现在画面看到左边那一张。那我为什么会从法国的bonjour日安开始呢？因为这个呢牵涉到生活文化。各位乡亲们，各位伙伴们，今天你到法国去如果你是生活在那里，甚至于你是观光客的话呢，法国人看到你呢，只要见面呢，他会跟你讲bonjour就是日安。那对法国人来讲呢，这是一个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基本礼仪。在台湾呢，我们见到了面呢，会讲你好早安午安然后呢找个理由天气很热什么之类的。这一些呢，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话呢，你会看得出法国人他们在尊重别人这个程度里面呢，并不是说他们特别好，只是很正常。我们呢是因为文化背景的关系，我们都比较保守，好像不认识的就不打招呼形同陌路的走过去这个呢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这个是生活文化的问题。那也因此呢，因为我发觉到我们在台湾生活上大家大概都知道我们说 lady first， 进出电梯上下楼梯，对不对？那通常呢我们男士呢大拉拉的走在前面然后呢不让女士优先。其实大家知道 lady first， 但没有人特别去做必要的调整或者努力来说稍等等一下我太太跟我讲过说这里不是国外你这样讲不好吧？我说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没有做到呢，因为我知道但没有做到呢男士要负责51%的责任，因为知道要让但是没让女士呢负责49%，因为你知道 lady 要 first， 而人家让你的时候你不走，或者呢你不赶快走出去的话，大家那边礼让的话，这个呢在法国是不会看到的。这文化差异的问题呢，我们讲说因为不同，所以呢我不敢讲说哪一个比较好。但是以法国人来讲的话呢，一个bonjour呢就把距离就缩短了你就可以跟人家谈话，你就可以跟人家互动。这个呢在现代就是沟通世代的国际关系里面特别重要。更何况我们如果看到中国大陆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双边的这个政府，就财政部长呢在1个礼拜前呢在日内瓦谈判当然有结果，可是呢大家大概知道多所保留当时最重要的决议就是说继续再谈。好了，那继续再谈呢，这个之前呢就是有川普呢等待习近平的电话等了好久，总算到最后呢川普呢跟这个习近平呢打了电话。那换句话说中国大陆讲的是应邀通电话，那习近平就川普来讲的时候，我跟他通了电话当然他没有特别去强调说是谁跟谁打电话。其实呢这个呢就外交实务来讲的话呢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就外交实务外交做法来讲的话，大概都会经过双方要么就是外交管道透过外交部，在美国那就是中国驻这个美国华盛顿的大使馆，那在中国的话呢就是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彼此透过外交层面先去大家沟通要不要见，那什么时候见，用什么方式见，这一些都是台面下一般人没有看到的
这些呢，实务上呢，其实像我们因为在外交领域工作久了以后，你就知道说啊，这中间呢，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呢，可以做不同的解读。所谓不同，就是跟一般的谈话的解读不一样。那对川普来讲呢，当然有不少人认为呢，川普因为跟中国发动关税战或者是打贸易战呢，那么到现在为止呢，看得出呢，川普呢并没有心想事成。这句话呢很重要，等一下我们再进一步解释。那我们现在再回到 PowerPoint 的全球化，很多人都说全球化已死，那其实呢，我的解读呢不一样。全球化不会像张忠谋先生他曾经讲过说全球化已死。那你今天的全球化当然是多边的。那在多边的情形，而且呢，国际贸易不会停止的情形之下，那你即使有以前的多边的全球化，现在你看到川普要做的就是以美国利益为主的单边的全球化这个呢，哪怕你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个都是属于国际关系不断的改变的不变。我们常常讲说，全球局势不断的改变是唯一的不变，这句话大家都听懂。那换句话说呢，如果你今天看到川普2.0，他的一些做法跟1.0当然不一样不一样。他因为这一次呢卷土重来，或者呢他心想事成的连任重新再当选的话呢，现在比较少听到。他不是曾经想过他要动用脑筋能不能再继续连任，因为他解读说我是这一任呢是4年，所以我还有另外一任。但因为牵涉到美国宪法的问题知识挺大，可是现在这个问题呢还没有出现还没有正式成为一个议题，因为还有3年半。所以呢，川普怎么想的？川普为什么这样想呢？这个呢，先不要猜，反正你怎么猜，就算猜对的话呢，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可能到时候又变。好了，我们现在呢，面对 AI 时代里边呢，我们常常讲说，台湾何其有幸，我们因为我们的产业发展。从以前的最初的手工业、塑胶工业，然后纺织业包括纺织业在内，然后这个塑胶工业，然后呢，这个就是电器品业，然后再来就是电子业，然后呢，这个资讯业，到现在的高科技的 AI 或者是半导体业，这一些呢，我们奉劝各位最好呢大家都知道到底。AI 时代里面对我们的冲击有多大？冲击会很大，也有很多地方呢会带给你更大的效益跟效率，而相对的呢，也有很多的产业呢已经遭到挑战这些都是没得选的。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人生，有些有得选，有些没得选。有得选的你最好及早准备，而且呢，你要心里要有足够的这个抗压力不然你光是担心没有用，担心不会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等一下要谈的生活观、世界观跟价值观，你都能够把握得住，都有分寸的话呢，那你就在你的生活这方面呢，当然追求的就是幸福感。什么叫做幸福感？对我来讲，身体健康，然后呢，口袋呢有一些零钱你要买什么东西或者你要换手机或者说我们国际世界童军总会在哪里办国际活动，我没有挂碍的，我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去参与，去交朋友。然后呢，我们也很期待呢，在台湾呢再度举办世界童军大陆演这一些呢都会让你晚上睡觉面带微笑，这个叫做幸福感。我的解读，幸福感就是能够过正常的生活。什么是正常的生活呢？有人讲说无忧无虑其实呢，这个是一种说法，但是人生不可能无忧无虑。我们如果说以阿弥陀佛佛祖来讲，以上帝来讲，
他们能够无忧无虑吗？不会，他们关切的事情才多嘞，民生乐利啦，世界和平啦，然后呢，这个不要造业啦，这一些呢都是这些任何人或者说，我们讲这个上帝在，包括上帝在呢，一定会去面对的这些不同的议题这个呢是生活的一部分。既然是生活的一部分，能够让大家过正常的生活呢，这个呢就是我所谓的幸福感。好了，那第二个呢，世界观，这个呢大家都了解尤其呢我们现在透过教育、透过媒体，还有呢透过观光旅游这方面呢，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国人除了在国内能够到国外去看一看然后呢再想一想我可以怎么样对我的社会多尽一点社会责任这社会责任呢，包括你个人应该遵守的义务，对法对这个公共利益应该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当然跟你的这个同伴或者跟你的国人这个呢，我们讲世界观呢，就是一种普世价值，也就是包括对人权的基本尊重在内不能够因为有色人种你看不起他，因为对我来讲这个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看法。当我们在国际社会里面努力的去沟通，争取国际参与，争取更多的国际社会更重视我们的时候，而我们如果看不起那些有色人种，看不起那些跟我们还维持邦交的这些发展情况比较差的国家，我们看不起他，请问这样公平吗？这里就牵涉出一个底下要讲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你就不能有双标，你双标的话呢，我们不要讲说严重的话会造成你的精神状况呢不正常当然没有到时候马上就精神分裂，倒也不至于了可是呢，如果你的价值观真的是很诡异，而且呢脱离了我们叫做普世价值的话呢，那当然你自己也不会快乐，因为你太过于主观，太过于自我中心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看到川普总统呢，他现在呢太过于自我他对不对呢？我们不评论，因为对国家外国的元首，我们观察就好，我们来解读就好，我们没有评论的必要就一般的民众来讲的话呢，你要守法，一个国家民主社会是一个方式，独裁威权也是一个方式。在独裁国家，在北韩里面，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呢是他们当地的法。那在我们台湾的话，我们有宪法、有民法、有刑法，一大堆的法律，还有包括最简单的交通规则，对不对？那大家守法的话呢，就可以过正常的生活，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困扰。那守分呢，那这个更简单了，在家里或者说我们先讲。对学生而言的话，你把书念好，这是你的本分。但是在念书的同时，不是只有念书你要学习做人做事。在家里呢，不要什么事都不动，你要帮忙做家事，因为是家庭的一份子。生活教育呢何其重要，因为这个就是培养你未来单飞，甚至于出国去工作或去游学，要照顾你自己一个学习的机会。那换句话，既然守分的话，你就不要想说我比较聪明我旁门左道这一些呢，你自己也不会快乐所以呢，间接的，我倒很有兴趣知道川普他到底快不快乐那台湾呢，能够脱离贫穷走到今天以36000平方公里的面积，占全球0.025%，全球面积。排名的话呢，第161名，当然不算大，因为后面呢还有超过呢，一些国家比它的面积还小，包括联合国93个会员国，包括其他的国家或者地区呢，加起来253个，我排161呢，算不错了。你也不要以为台湾很小，你去走走看，你开车绕一圈，对不对？看看台湾是不是真的小的比你想象的还小，其实它有很大的空间我们呢可耕地呢只要24%，我们呢
在不同的地方看的话，还有很多地方我们还可以发展，所以你不要担心台湾的未来。那台湾走到今天的话呢，不要说别的，因为谈到关税就会谈到国民的所得，然后就谈到美金的这个币值的问题。那如果你知道我们的外汇存底呢，竟然可以排名全球第4名，我告诉各位，这个不是奇迹啊！这是为什么台湾走到今天呢？我们大家期待大家听秀台湾，我们明天呢要更好，而不是只有被动性的期待明天会更好。我们有一个要摆在这个地方，我用要来代替会，那就表示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因为你的正常的生活不是凭空得来的，那我们的正常生活，因为生活水准的提高，所以国民平均寿命的提高啊，这一些呢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是为什么要好好珍惜的地方啊。我们第1页就这样子结束，我们来看第2页好不好？好，第2页呢，我们大家都同意在现代社会里面呢，因为科技发展的结果，生活状况、生活环境的改变而且呢，很多的这个状况呢，会让你觉得说，哇，怎么进步的这么快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人生是不断的学习，是的这里呢，我们从永续学习、建构专业跟信心呢。来解读我怎样去培养竞争力，还有怎么样培养我们的精英的国际竞争力。今天全球化，不管你愿不愿意台湾不可能自外于其他的国家，尤其我们是外贸易程度那么高的国家，我们的 GDP 呢占外贸的这个70%以上。我们的 GDP 呢是7600多亿的美元当然你说多不是特别多，但你说少嘛也不少。等一下有一张表呢，我是从这个美国外债的总表里面来download下来，等一下我再来解读。那这里呢，我们要讲的就是现代精英的国际竞争力。我们不要只想说在台湾我可以立足就够。你台湾的立足是你放眼世界的基础，基础不稳固的话呢，你大概很难让国际社会今天看到台湾。第一个，你们是高科技的国家，你们的晶片太厉害了，你们的民主成就当然人家也看在眼里，在能够整个看到台湾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关心台湾未来的各国的精英呢，只会越来越多。当然，其中有很多地方，不能讲很多，有不少的地方呢是我们这些国际友人所关切的这个事项、关切的领域，包括我们民主继续深化的一些状况这些呢都是国际社会越来越把台湾认为是台湾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忠实的分子。这个呢。我们值得骄傲的就是台湾已经不再是国际社会的负担，我现在是参与者，我现在是竞争者，我更是一个贡献者。这是为什么我们对自己要有足够的信心你要有信心就要知己跟知彼，你要有信心就必须你有实际的实力。这实力这第2页要讲的是宽广的胸怀。我们不要太狭隘，因为有人讲说海岛这个心胸总是比较狭隘一点。我说错了，因为是海岛，所以呢，你可以有无限的空间，四海望去呢都是海，那有一望无际的未来，一望无际的空间，让你去挥洒。这是为什么台湾把自己岛内做得好，那我们走出去。那相对的呢，让国际社会走进来的话呢，人家一看，哇，你们真的是不一样。那怎么个不一样法？当然，我们的制度跟另外一个地方也是重要的华人社会里的不一样。那因为不一样，所以呢，你更多的国际社会，特别是青年学生们、外国青年学生们来到台湾，你就一看，哇，
你们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是超正面的啊，超乎他们想象之外的。那我们因为在法国的关系，所以呢，也有不少的法国的年轻人，那甚至呢，我们去爬象山啊，或者是在高铁里面呢，都会碰到法国的观光客会听到讲法语的。那因为我会讲几句法语，所以我就跟他们自由交谈起来，他们都很惊喜的发现到，来到台湾比他们想象的呢还快乐的多很多。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国际沟通对我们来讲特别的重要，也就是为什么有机会呢，我们到学校、到大学，特别到大学去演讲的时候呢，我都会想尽办法，告诉我们的学生们，尤其高中，从高中开始呢，你怎么样呢？自我练习沟通、口语表达，这一些呢，是我们每一位伙伴呢，你可以鼓励你的小孩，不要怕犯错，表现不好、讲不好都没关系，因为你不做，你怎么知道你做不出来？你只要多多练习，熟能生巧，然后呢，该用功的地方该背的呢就背，你千万不要想说背是很老的方式。我不瞒各位说，我的外语学习都是第一个，当然是靠背出来的。可是你背了多了以后呢，你所有的智慧、语章句法，通通跑到你脑筋去，然后你用心用脑筋去想的话呢，那你当然就可以融会贯通，你就可以张开嘴巴去跟人家沟通。这是为什么现代的青年人，一方面我们要培养他们有沟通的能力，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讲过宽广的胸怀，要尊重不同，尊重差异这一点呢，法国人的胸怀呢，会让你非常的钦佩。两个角度，第一个呢，在法国你看到他的社会种族的问题呢，没有像美国那么严重。在法国的话呢，对这个叫做这个异国人士或者宗教不同呢，它的冲突性呢就没有像美国那么严重。但是呢，有一点，这个呢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有关的，因为是国际议题的关系。在法国也有像在美国一样，像在洛杉矶，现在不是因为了要遣送非法的移民，所以闹得不可开交吗？但是呢，川普总统在同时呢，他真的很忙，他未来要这个不能说摆平要解决或者缓和，要处理这个哈佛大学外籍生的这个议题呢，当然让他联想到说，背景之一呢，就是因为哈佛大学容许学生太过自由，甚至于去示威游行呢，去批评以色列，或者是造成反犹太的这些动作出来，这个都是社会议题。在法国政府呢，也曾经公开的表明，你可以示威游行，但呢，你不要去反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呢，法国政府的立场呢，是他们受到不合理的恐怖攻击，他们有权利自卫。只是这个我们下一场呢要讲法国的时候会进一步的说明。只是呢，对以色列无分别式的去伤害、杀死最少56000名的巴勒斯坦的人民，其中妇女跟儿童是占多数呢，他们是不以为然。甚至威胁你，要是不松手的话呢，我们会给你制裁。当然，你在这个同时呢，看到川普总统或者美国政府，他对这个议题的一些态度呢，会让你会觉得说，你这个是双标。好了，那我们等一下再回过头来谈这个议题。我们现在呢，一个最大的期望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讲理。讲理一方面是守法，一方面也是尊重你自己，这个呢也是整体国家竞争力的一环。好，我们看看下一页好，我们讲现代的外交呢，刚刚一开始呢我就曾经讲过了，是实力取向。那我们如果说以现在
外交领域来讲的话呢，我们是真的是非常的独特。但是呢，我们也不必因为这样呢就觉得没有明天。你放心，台湾的明天会越来越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面对冲击的这些各种实力，这些实力呢来自一方面社会成员，大家呢更体认到说要了解台湾，要珍惜今天台湾，然后呢大家呢面对不同的生活，还有呢大环境的，还有呢国内跟国外的这些看得见的挑战。那当然也更了解到说，你今天一个国家，你要是没有足够的国家实力的话，你的经济没有办法让老百姓过正常的生活，你的治安没有办法老百姓过无恐惧的生活另外一个呢，你政府的行政效率没有办法让老百姓呢能够有更多合理的期待而去落实。这些呢都是国家整体的表现。那国与国之间，当然每一个国家，我们讲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所以呢，大家各有挑战，各有不同的议题的话呢，那彼此的互动交流，包括呢专业团体，包括政府官员，包括青年学生的交流，这一些呢都会强化你的世界观，强化你进一步成长的一个实力。这个呢就是我们讲说双边跟多边的话呢，那当然它是一体的既然你没有办法去排除全球化，哪怕川普他要单边的全球化，可是其他国家也不尽全然的会100%的配合，更何况你要单边的全球化你做不到，因为你只顾及到你自己本身的利益的话呢，那其他国家的其他成员的利益呢，不可能视若无睹这也是为什么当川普4月2号他要开始本来4月1号愚人节，他发现到所以呢赶快改成为4月2号呢要这个新关税的这个做法呢，当然你就看到川普到现在为止呢，当然我们也不好说他踢到铁板，但是呢我可以用比较夸张的形容词，他甚至于踢到钢板他的一些作为一些诉求呢，会让你呢匪夷所思这个呢也就是川普今天在全球里面呢，他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国际领导人的一个做法这个呢当然回过头来你看看美国整体的实力，它还是现在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3亿多的人口里面呢，它人口面积这些还有经济体的各项成就呢，当然会让美国呢自信满满，会让川普呢信心十足这些呢都是有趣的分享那我们再看下一页美国梦我们大家都了解以前大家讲说来台大去美国其实想去美国的不一定只有台大，也不见得所有的台大人都要去美国，不见得，只是这是一个大家心里都知道的美国梦。那美国梦代表着什么？美国梦代表的就是可开创、可把握的机会。那美国梦它有它必要的条件。第一个呢，因为它本身的叫做接纳的力量呢，可以讲说是在过去呢，现在就已经不一样了接纳的外来这个精英的力量呢，它是可以讲说是无限的。那后来因为经济发展，因为各项问题逐渐的发生了以后呢，它现在呢，甚至于呢，川普一项政策呢，让这个美国人超过50%的民众呢，支持的就是这些非法的移民非法的移民当然正确的数据呢没有办法统计，因为偷渡进来的人呢大概没有数据。那不管说数百万或者上千万的
这些外来的移民，移民呢分新移民跟旧移民，还有呢合法的移民跟非法的移民。那这些移民呢，如果你有机会啊，当然你到美国，到洛杉矶去好，或到旧金山去，到纽约去，都有一些地区呢，它可能你要去的话，在那里的朋友呢会警告你要特别小心，尤其不要在天黑以后，甚至于哪几线的这个地铁呢，不要去搭，因为问题多多。这些呢，我们讲说其来有自，因为美国的社会太自由，然后呢，很多地方呢，你只要不会在做违法的事情被警察当场抓住的话呢，你大概呢可以呢，自由自在的过你的日子。当然，你没有办法像所谓的合法的居民一样去生活。这个呢，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梦有没有破碎呢？其实呢也不必那么夸张。哪怕川普他因为针对常春藤的这些大学太过于自由，甚至于呢纵容这些学生学生呢就包括呢巴勒斯坦的或者犹太人，或者是阿拉伯人，或者是任何其他国家的国民呢，他们在行为举止方面呢一些动作呢不符合我们讲说一方面美国社会的希望也因此呢我们讲白一点的造成社会的问题，这些要解决呢还真不容易。更何况这些如果再加上宗教的因素，再加上政治的冲击的话呢，那这个呢很抱歉我们讲一句比较贴切的形容词，叫做没完没了所以呢你看到美国在经济方面所引发的冲击，老百姓当然一开始在第二次竞选期间里面，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他跟马斯克的这个义兄义弟形影不离的这个情况呢，那当时的社会环境跟现在也没有多久，不到半年的情形之下呢，已经是全然不同。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会看到国际政治我们讲说国际的地缘政治跟经济政治呢，因为川普总统未来要让国际贸易正常化，要让连带的关税里边呢能够不再被川普解读为说你侵占我的利益，或者是影响我的利益。其实做生意是 give and take， 你出多少钱来买我多少的东西，我的生产的物件能够卖出多少，我的利润又是多少。这个呢是一种看得见跟看不见的机制。所以国际贸易呢，你不可能说我不跟你一直都不往来，更何况对出口的国家而言，他会想尽办法找到市场，或者呢你现在看到的叫做洗产地洗产地，就是说越南，我们拿越南做例子，大家都清楚。越南呢，在过去的10年呢，陆陆续续的接到了他自从这个由这个北越统治以后，尤其在美国在10几年前呢，跟越南关系正常化以后，因为越南的市场对美国产品来讲，那个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市场，所以呢，美国一方面也有去投资的地方。那另外呢，包括中国大陆、包括台湾、日本、韩国在内，都会把一些产业在国内生产，或者在原有外地生产，包括在中国大陆生产的厂商呢，厂房呢，就搬到越南去，因为那里的人工便宜，因为那里的生产条件、生产成本呢，相对来讲便宜，所以呢，他就可以以他们所期待的价格卖到美国市场去，而美国市场呢，也因为经济结构的改变呢，所以它的很多的制造业呢，在国内生产太贵了，因为劳工问题、劳工福利的问题、工会的问题、原料成本的问题，这些林林总总呢，造成了美国的叫做这个生产业的外移，
这一些呢，也是今天为什么川普他希望透过所谓吸引或者强迫国际的厂商、国际的公司到美国去投资，然后呢，制造业回美国，成为川普总统最重要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当然老百姓非常的赞同因为这个呢，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相对的呢，这也可以呢增加他们的叫做国家或者政府的收入。那换句话说，在现在呢，不管是政治也好，政治跟经济是脱离不了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地缘政治只有政治，其实政治跟经济整个结合在一起。川普总统今天透过政治的手段，然后呢，要求这一些这个赚美国外汇一大堆的，包括台湾赚了700多亿美金在内的这个台湾呢，要去解决所谓的经济贸易的议题的话，这个哪怕美国跟台湾没有外交关系，可是呢，他在那一缸川普总统拿的那一片那个纸板上面呢，台湾呢存在写在排名排在第4。事后台湾之后呢，并没有说很多地方你看到又很不习惯的就看嘛 ，Province of China 没有，就是台湾而已。我在开玩笑说，一定有人看了很不爽，可是又不敢去跟美国抗议，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方去跟美国抗议说你怎么讲台湾，只讲台湾，后面没有一些附属的东西。各位，这个就是实力。当然，我们也不必因为这样就觉得很高兴的晚上睡不着觉，不必，因为我本来就是存在的。那我今天如果我表现不够好的话，美国怎么会看上我呢？怎么会盯上我呢？但我也不能说被盯上不是一件好事。可是倒过来讲，如果川普他要让国际贸易的公平化、正常化的话，那当然对现有的制度、现有的国际贸易，当然带来很大的冲击。这个冲击，不管它过渡期多少，你要去调试，你要去调整，这一些呢，当然需要很多各方的这个努力，你才能够做到。所以呢，今天在台湾，我们的生产成本因为税率现在不知道多少，美国是不是故意的还不告诉我们？好像我也不知道。但是呢，起码美国政府呢已经透露出我们排名在全球前20名的贸易谈判的对象国家或者对象，特别不谈说国家不国家的对象之一这一些背后所显示出来就是台湾的实力呢，美国当然知道，只是川普的嘴巴，他用他讲出来的话呢，你听了以后你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个样子老实讲，你除了觉得很错愕以外，你也不能怎么样。这是为什么现实面跟我们在台湾里面所看到的所谓的情感面呢是两回事。为什么？我们到美国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650亿，再加1000亿。那现在呢，我们也有联电的这几家公司呢，要到这个德州去投资。那为什么去投资？还有包括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这个联电的，还有这个国内台积电的他们的解说，还有呢，包括呢外国经济专家里面去解读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的一些做法。当然，现在先告诉大家说，台积电告诉大家边环弱，为什么？因为台积电的成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复制的。那等一下我们再讲。所以呢，对着美国梦你当然可以继续的去做梦，可是呢，这个梦已经跟以前的环境不一样。因为第一个，它国内的治安的问题，外来移民的问题，现在国际恐怖攻击呢被我们讲到打击的情形之下呢，我告诉各位，恐怖攻击的主义还有这些行为不会就此结束，还会继续存在。OK， 好，我们再进到第5页，第5部分，第5章，我们要解读川普的让美国再度伟大的这个宏愿呢，
我们找出了一些不同的说法，请大家分享一下。他对他自己在美国历史、美国的发展、美国的现在还有美国的未来，他有崇高的使命，因为他要让美国再度伟大。要让美国再度伟大呢，就以前美国呢很伟大，现在呢好像没有那么伟大，或者不伟大，所以他要让他再度伟大呢，所以呢这个口号呢听起来呢很动人，那也会让这些跟美国息息相关的这些美国人士呢非常的兴奋。接下来呢他的这个使命呢，因为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让美国伟大。美国伟大不是只有经济上的伟大，哪一个领域，所有的领域呢，它都要伟大。其中呢，就显示出了他一些做法罕见独特又新奇。所以呢，以台积电来讲，他去美国当然有不同的解读这个他不得不去。另外一方面呢，台积电自己的解读就是我是全球化，我的产品呢接近市场，我去美国投资可以获得美国优惠的条件，然后呢，我的竞争力呢一直都会存在，因为我的研发，我的团队呢确保我是不可替代的。对这个呢，当然你可以看出台积电对自己的信心。相对的呢，你也可以看得出川普呢要求的就是对他自己对美国有更大的利益。至于台积电会不会掏空台湾，会不会让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业呢就此被掏空呢？这个议题呢不是我这个非专业的人所能够答复的。可是如果能够去理解到说国际的竞争都是靠实力，而实力不是只有资金而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文化。工作文化不同，当然你的效率就不同这些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到。那接下来我这一句讲的震惊全球，好，第二页第5段的下一页，做法新奇，真惊动全球。我们大家习惯知道的也叫轰动武林，惊动万教。那他这一些做法呢，哪怕还没有完全这个落实甚至不会完全落实。那当然他是还没有，先回来，不要动。他呢，这个是挑战国际的既有秩序。我们冷静的来听一听哈。当美国在俄罗斯1991年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崛起，所以呢，美国看到俄罗斯的崛起呢，他就想到要让俄罗斯不要那么厉害，所以呢，他联合中国去打击俄罗斯。那现在呢，川普的思维是看到中国大陆的崛起会压迫到他的领导地位呢，所以呢就是背景很简单，川普呢一再讲普丁是我的好朋友，普丁对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他是我的好朋友那因为这种 lip service 老实讲一点都不意外了，你听听就好。所以你看到现在因为中国越来越厉害，表现越来越好，所以呢美国当然会尽其可能的就对中国大陆施压，包括半导体，包括晶片，包括华为，包括一大堆的这些。所以呢你会看到当美国这方面或者西方的民主国家在指责普丁跟习近平意图改变世界的秩序的同时，川普今天所做的正也是这一方面的表现这不是对不对的问题。他以他的国家立场来讲，美国最重要的立场来讲，当然他你不能够说他不对，所以他这些做法呢是翻转世代。那么他的运作方式呢，最特别的就是我们讲说史上呢少见为什么少见呢？因为一个领袖他能够在讲话的时候呢口不择言，
它也打破了我们一般人国际社会里面对领导人物啊，尤其是这么大的国家元首讲话的用词遣字呢，总是有一点点不同的修养或者高度的优雅的地方。但川普呢，他根本不甩这些，他想到什么讲什么，一些粗话都出来了。当你看到他跟这个马斯克在吵架的时候呢，我们讲说吵架无好话，可是呢，你会想不到说，哇，这两个人吵起来，我们讲不好听话，还真有戏看，不是只有看戏而已，这个会影响接下来川普要做的美国是不是再度伟大？那就是为什么有这个 taco 就是说他川普 always chicken out， 他就会等于说是弃甲而逃，会不会一直做下去呢？当然我们值得我们继续观察，当然我们也祝福他心想事成。他的健康情况根据2个月前的报告呢，美国医疗的报告呢，医学的报告呢是非常的健康，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会怀疑晚上他好像都不睡觉，他有一点像拿破仑，一天睡5个钟头甚至不到，因为他可以清晨1点2点发他的这个稿件出来，哇，这个实在是少见又少见。好，我们接下来看专门就谈这个川普的这些特殊的作为。来，下面看一下。这里呢，它特别这里呢，因为颜色的关系我应该用比较深的颜色我们这个中国中时的新闻有一位石继平专家他是专家他我把他讲的话扣得出来。他说 ，Mega 有3大条件，一个是地缘战略的调整，第二个是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含造船业有一阵子你大概想到过说，船如果是中国大陆制造的话，就要多付税金这个呢，大概只有川普想得出来第三个呢是疏解财政的债务的困顿这一部分呢会让你印象深刻。等一下有资料再解说。好，下一页。好。这里呢，根据我昨天查到的美国的国债中网站这个网站可以找出来，你再打美国国债中网站，等一下就有它的这个外债是36兆9599亿的美元。那最大的造钱国是日本，中国第2大，台湾呢是美国国债第11大的持有国，金额是2904亿美元。各位，这个呢，如果对照我们刚刚解说的国家，我们的人口能够持有这么大的这个外债，是美国的第8大贸易伙伴的话，你就真的会同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不是普通的厉害这个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这里数据呢，每一个美国人负债的金额是10.7万美元。那台湾人民呢？我们也有负债我们的负债呢，一个人平均是25到27万新台币，大概是美国人的这个跟美国来比的话，我们是8300到9000美金。那也因此呢，季风这个新闻网呢曾经讲过，形容美国是世界上最大到不能倒的借款人因为你借款人我们知道借贷的关系当中，你借款人可能到时候付不了钱的话就绕跑，那美国大概跑不掉所以呢，这个形容是很贴切。好，下一页。好，这一页里面呢，你仔细看的话，数据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美国的它的这个 GDP。然后呢，它的这个外债占 GDP 的已经超过100%了。那中国数据也有，那我们呢，台湾的最底下这一页呢，这些数据都有。我们的外债呢，占我们的 GDP 的31.66%，最后那一行红字这些数据呢，大家可以去仔细的再去看一下。那对我们而言的话呢，当然以前
我们曾经跟国际社会很骄傲的讲，我们是一个没有外债的国家。今天呢，你看到我们的财政情况呢，数据会告诉你，我们要努力的地方呢，还是蛮多的啊。道理就在这里。好，下一页。这里呢特别讲说，为什么美国的这个外债呢会这么高啊？这里讲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因为我们借钱，那我们如果借的越多的话呢，那我们的利息呢就要越付越多。平均美国现在一年要付出的利息呢超过1兆美元，各位1兆美元比我们这个一年的 GDP 7900多亿呢还多。你看他这个金额，是不是让川普睡不着觉？是的，这个是成为川普政策。他也明讲，美国的债务呢不能够让它继续下去，所以甚至有一阵子呢，不是他对中国大陆施压，中国大陆就放空机，好，让我出售美债，这照一下呢，再加上呢，美国它有短期的债务呢，到年底就要到期了。这一些呢，都会让美国呢，针对他的国债呢，伤透脑筋。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要靠增加关税来理平他的财政的赤字，因为如果他不赶快去做的话呢，美国会破产。这也正是他跟马斯克闹翻的地方之一。因为川普的一个美丽的伟大的美国一个美丽的国家呢，这个新的法案呢，众议院通过以后呢，参议院又要通过，差一票而已那马斯克呢是反对，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你要这样做的话呢，就跟他奉命要成立下一页奉命要这个主管，而且已经开始动作删减国家预算的叫做国家这个节约部，我们可以这样讲的这个动作呢。他一方面删减钱，一方面又增加国防预算以外呢，还增加整体的这个预算的话，那你当然永远是没有办法修正他的财政赤字的状况。就为什么你看到我们这里也时间的关系，因为有文字大家可以再看一下。那么落实他选战期间的这个叫做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conomy 非法移民司法正义，大家一看就知道是针对他第一次选举第二次选举的时候没选上的，那时候他被司法方面的这个追诉，经典政府就马斯克的他提振政府效能，还有废除教育部，他认为教育部没有用只是在发钱而已没什么作用，然后把 USAID 甚至于呢美国新闻中心呢，以前台北都有把它解散掉取消远距上班针对哈佛大学生、外籍生这个学籍的这个措施因为在美国27%是外籍生，那20%呢是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哈佛这个学校学费超贵的，可是呢哈佛呢因为它的名气，所以呢全世界富甲就是有钱的人，超有钱的捐给他的呢，金额我倒没有算出来应该是好几百亿所以呢川普总统要冻结政府对他的补助，然后再加上行政的措施，禁止他再招收外籍生，包括包括这个叫做比利时的一位公主她也因此呢就要离开就没有办法继续再念书那还有最近这2天他派这个2000名国民兵到这个洛杉矶去镇压要遣返非法移民的这个引发的暴动。那特别呢刚刚我们讲过，以跟马斯克的这个关系呢破裂呢这个呢会当然直接冲击到川普的政策的这个实施。好，下一页。那到底这个叫做这个政府效率部要不要继续留住？因为马斯克离开了以后会怎么样呢？这个呢是值得我们看的。至于说美国单边主义要主导全球的态势的话呢，你看到美国呢是希望能够结束这个俄乌战争，但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交集点。俄罗斯的最重要的点就是第一个
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第二个呢，反对联合国或者其他国家或者北约派兵，或者是派维和部队进到乌克兰去维持所谓的和平。这个是他绝对不可能接受的。这中间有一点因为从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呢，我都会因为演讲的关系我都会去查，到底乌克兰原来4300万的人民，到现在为止大概还有3000万，1000多万呢跑去哪里了？但欧洲到现在为止还有800多万。而我在过去的这一阵子里面呢，我赫然发现到说，跑到俄罗斯境内的乌克兰人呢，竟然超过250万人。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因为以前有东斯拉夫、西斯拉夫、南斯拉夫这3个大地区呢，就是这一些现在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的这些人的祖先，斯拉夫族。OK， 那因为历史文化的关系，结果现在就有这些这个不同的霸权在那个地方。那俄罗斯一直呢对这个泽连斯基警告，你不可以去俄罗斯化，禁止人民讲俄罗斯语，禁止俄罗斯文化的这个传播。所以呢，这个呢成为一个让普丁忍无可忍，然后动兵他做特别军事行动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要小看这一点，对我来讲，因为文化对西方来讲的话，当然他没有像我们对文化来讲呢，大家重视的程度呢没有那么重。可是呢，你看在这种去俄罗斯化呢，竟然会成为普丁出兵攻打吃到乌克兰的一个重要因素的话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我刚刚讲的用更宽广的胸怀？因为你要实施民主的话呢，那你当然你就要有足够的胸怀跟必要的措施那这里呢，我特别也讲到说，美中台3边的关系，因为这个是台湾的挑战。好，我们下一页。这一页里面呢，看到台湾排在第4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就跳过去再来。对等关税呢，因为这是属于叙述性的我们这一页就很快的跳过去，因为我等一下保留时间让大家 Q&A 好，再来，你看这里最近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对等关税的计算方式的话呢，会不会调整呢？老实讲，到现在为止呢，大家莫衷一是，也就是大家都不清楚。但因为川普也曾经讲过，因为他变来变去，他说你180几个国家要好好跟我谈判后来又曾经讲过说，谈判太麻烦了，对我宣布就好了。然后来又听到说，好，那就20个国家先来谈判我们包括在内。再来下一页。所以呢，川普的不可确定性呢，你真的还很难去应对这么大的这个挑战。那这里呢，让大家也许知道资料，我这收集起来了。我们24年呢是美国第8大贸易伙伴进出口顺差呢739亿美元，历史上的新高。那么我们现在呢，到现在为止呢，包括一般来讲，就资讯产品呢是不缴税的。不课税的。那等到美国如果他单方面宣布或者跟台湾进行贸易谈判的话，会不会课税不知道。那其他的产品，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多的中小企业的产品，如果你课的税金超过20%以上的话呢，那大家就会很凄惨。因为你一般的利益，我们常常讲说说3道4，顶多4%、5%。那如果说课征10%的话，进口方跟出口方大家各负担一下子，也许会好一点。但是呢，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呢，让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厂商，包括贸易公司在内呢，不敢接单，因为接了以后呢，到底汇率多少又不知道。而台湾的汇率呢，当然美国是盯上说我们是操纵汇率的国家。其实美国讲这句话呢，你不讲大家也都知道，每个国家都为国家的利益在做它这个维持它的币值的这个努力。
这一些以美国来讲的话，美国不也是这样子吗？美国为了自己，所以呢，他让他美元特别让美元贬值10%的话，它的外债就减少10%。对，不是只有美国人会算，大家都会算，这个就是全球的局势。好，下一页。这一页呢，对等关税这个是属于这里我们看到的呢，已经成为刚刚讲过，这个再跳下一页，已经成为大家各国政府呢都在紧张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这一页特别要讲的就是5月10号日内瓦的谈判呢，它相互调降税，145调到30，125调到10，然后呢又在昨天呢前天呢跟这个在伦敦的开会伦敦的谈判呢，好，下一页，就很快的呢就等于说是完成了一个他们叫做框架协议。各位，什么叫框架协议我们拿两岸关系有我们跟大陆的框架协议，就是把整个大方向列出来，细目细则的话再谈这个呢弹性就比较大会有这种会有这种所谓的初步的结果，因为还会再继续谈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川普呢，你看我跟中国大陆谈的话呢，我没有这个丢脸。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呢，中国大陆是对川普的关税战呢奉陪到底，那中国大陆呢铁了心，所以呢硬干。那因为中国大陆掐住了所谓稀土矿的这一些供应，还有一个提炼还有一个呢这个生产到融到生产的链里面去，中国大陆呢有一定程度的把握，所以呢。川普呢，面对这种状况的话呢，他只有想办法用什么方式不要丢脸，两边都不要丢脸，都可以下台，然后呢，保留着大家继续谈判、继续磋商、继续这个追求所谓的彼此利益的一个做法。这是为什么美国代表团他们讲说，原则上大概是框架协议，要由川普总统来商议来敲定。然后呢，中国大陆呢，他这次呢也很特别，我们呢找不到中国代表团里面他所这个新闻发布的新闻。那很显然的，他们是不是满意或者不满意，这个要回到北京去以后呢，才可以才可能，也许明天我们会看到进一步的讯息。可是我们看到谈判是看起来是所有的选择当中，到目前为止最可行的方式之一，因为你如果演变成为热战的话呢，那问题就更大了，那就可能是毁灭性的核子战争，当然不会走到那一段应该不至于的，因为那是恐怖平衡下的一个国际互动。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这一页呢就是一些关税变化这是参考性的。好，再来。下一页这个也是参考线的报务性的这些，然后再来好，这个呢，台积电它对这个宣布呢他们讲说这个《金融时报》里边呢有一个作者他讲了，台积电大部分的产能仍然留在台湾我划线的这个呢是大家可以知道，台积电呢也自信满满好，再来下一页。这里呢，我们看到魏哲家这个 CEO 呢，他特别强调技术领先，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可以竞争。各位，这个呢，第一个很有信心第二个呢如果以外行人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说口气很大依我们做一个观察员来讲的话，他当然有所本。既然专家，然后呢 CEO 都出面来做这种解说的话呢，请你就不要担心，好不好？我们期待我们的台积电呢，永远都是领先全球这个就是台湾的价值。好，再来。那在这个世界上里面呢，大家看到有这个来分析川普里面脑子都是钱，甚至可以说想钱想疯了
这个呢一点都不意外。但是你不要忘掉，他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他不是为了他自己的荷包所以呢，听听看一看觉得竟然在现代的时代呢，美国有这种总统，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我可以这样讲。再来对川普的一些特质呢，当然我们刚刚也多少有讲过那你这个地方你会看到我这里呢，大家可以理解到说，他的个性、他的做法，造就了你今天对美国人更进一步的认识。当然，美国人何尝不知道他基于国家利益？我们也了解，在不同的好几个战争里边呢，最后呢，他撒手就拜拜了。那这也造成伊拉克、造成越南、造成甚至于呢这些所以有争端地区，美军介入以后呢，造成美国呢一再声明不再派兵出国去打仗。好了，那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大家会关切到包括呢一些媒体他们做的分析，专家做的分析，如果俄罗斯攻打乌克兰而不受到惩罚的话，或者乌克兰被这个俄罗斯最后强占的结果的话呢，那么当然会给中国大陆呢攻打台湾呢一些启示，或者一些这个参考的这个地方我们关心，但是呢，请你不要担心。第一个，担心没有用；第二个，我们一定要关心，因为今天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我举一个例子，包括法国在内。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多次在公开的场合，包括最近的一次，在这个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论坛里面呢，他特别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那换句话说呢，他对法国来讲的话，它一方面也是太平洋的国家，因为波利尼西亚的海外属地是它的一个海外属地。那因此对台湾的海峡，全球最少的贸易量货船超过50%经过台湾的海峡，所以维持台海两岸的和平稳定呢，当然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关切的，更何况是日本韩国都一样。那换句话说，如果说大家都是维持和平的贡献者的话，那以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它内部有一大堆的挑战应该也会把这个议题考虑进去。那会不会在什么时候？因为有美国的，包括呢，美国的西太平洋的这个总司令是不是讲说2027年？这个中国大陆呢会具备攻打台湾的武力，各位你听一听。但是倒过来讲，今天在台湾的我们讲说我们的国家也不是吃软饭的，我们也不会说任凭你说打你就敢打。我们怎么样造成不要造成战争，不要发动战争，不要甚至意外的发生战争的话，这个是呢各方都有责任，包括国际社会，包括台海两岸。好，再来下一页。这一页呢讲 Taco 里面呢，这个呢主要的就是在挖苦川普。我们常常讲说这几个月了，我常常讲说川普呢，他会不会事事心想事成呢？我想不至于。而且也不太可能，因为国际议题的话，就像马斯克一样，他用经营企业的方式来管理国政，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行业不同，对象不同，主体不同，环境不同。这是为什么川普即使是在商界出身，他是大企业家，赚了很多钱，可是要管理一个国家的话，没有那么容易。这是为什么？他呢，处心积虑的把自己塑造成为美国历史上甚至比乔治华盛顿他们的国父还厉害的大人物这个呢是可以理解的。好，再来最后一页，应该是最后一页。这一页呢就是梅克尔。有一年，川普到美国到欧洲去开会，碰到梅克尔，第一次碰到他就跟他讲说：“你们欠我100亿美金。”梅克尔问说：“为什么？”
他说：“哎，我北约里面我都支持，所以你们才有今天呢。你不是欠我这么多钱是什么？”当然，这个当时呢会让梅克尔呢很不爽啊。可是呢，不管怎么样的话，你会看到啊，他的话啊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你千万不要激怒川普啊，但是呢，你也不要怕他啊。他是吃软吃硬啊，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他有他的策略。但是呢，他什么时候呢，他都可以找出理由来圆他的立场啊。有人就骂他叫 tackle 啊。”就绕跑了。不是，我这个是谈判的策略，因为我们在大学里面教国际谈判的，谈判的策略之一，当然就是要价可以开得很高，然后慢慢来磨。那川普的策略就是我一开始开得很高，然后呢，我让一点点的话呢，会让对方觉得我让很多。各位，这个是策略的一种，但不是唯一。所以呢，你看川普今天的这些作为的话呢，你要仔细的去听，仔细的去看，但是呢，先不要用情感的方式去担心，你要用理智的方式来分析、来解读、来理解，否则你晚上会睡不着觉啊。这大概呢，今天刚好已经31分了，我讲了1个半钟头，再加1分钟啊。现在呢，我讲到这里，那欢迎各位先进们。有问题的话，欢迎大家提出来，谢谢。好呀，我们 PowerPoint 可以回到前头，让他自己跑这样。让他自己跑是好。哎，对，看看好，来怎么弄呢？来，好，那就让他自己跑了。那我们就看各位伙伴有没有什么想要跟那个大使这边交流、要做提问的部分呢？今天大家一定会先请知莹先问。好，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要下课了。哦。好，我简单提一个问题好了。请，谢谢。像刚才大使提到这个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川普他之所以获得那么多国内的支持，除了您刚才讲的那个关于移民政策之外，其实在国内政策方面，他的 DEI 还有他对这个 transgender 的这些态度，也是他在获得所有右派及中间的支持了。那其实我对后面那2者也相当有兴趣，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跟大使请教。好，因为美国它的多元社会的话呢，这个不是我刚刚已经讲过，这不是对不对的问题。对，因为这些现象是存在的，只是对这些政治人物，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他们所主张的优先项目呢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我要表示我对你的立场的不赞同的话呢，他要么就是说我把它的分量呢降低，要么呢我就干脆反对那最激烈的就是说男女哪有那么多性，就是男跟女而已嘛，其他的他才不管你。对当然这个有反弹，川普当然知道，可是他一个性子很急又很直的人，又很强势的人，他才不管那么多人。对。而且美国社会相当有趣的，就像这些政策，台湾就亚洲人、东方人来讲，他会比较倾向中间。可是，在美国社会，不管是这一类的政策或者很多类的政策，都是像那个幅度极大的 pendulum 甩来甩去。他本来在最左边，因为这边觉得不对，那突然要甩到非常右边，就变成他很多的，不管在大学或者很多的政策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pendulum 在那边晃。没错啦，因为我们这样讲一个政治家political personality 跟一个 politician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分野也就在这里。你所坚持的，你所执着要去做的以国计民生或者以国家利益来讲的话，你如果都是一秉初衷的话，那情况不一样。你如果是不可预测的，然后呢又不确定的，然后颠三倒四的，那你在面对的，因为它是大熔炉，美国的社会大熔炉的话呢，允许来自各个不同的文化背景、
肤色，还有呢，特别是一些价值观不同的这些所谓的国民，这些国民包括优质的国民，因为美国提供太好的环境给这些科研，还有呢，甚至于哲学家、科学家都有。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它的多元的结果呢，这就会造就了政客或者政治家，他们决定要采取什么政策的时候呢，我猜了，我的理解，他一定会有做过比较详细的分析，然后决定怎么做。啊，是不是会改，这个看个人的特质。川普他一定会照着局势的演变去调整，因为以他务实的方式呢，他最重要的就是最后我们讲的利益。好，谢谢。谢谢你。好，再来，接下来有没有？来，各位有没有特别想要提的？今天大使给我们非常多不同的观点哈，就是很特别，就是我们真的是一般在外面哈，很少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论坛哈，这样子的一个论调，这样子的一个立场，真的很特别哈。即便我们现在在电视上非常多的讨论的部分，好，那没有吗？没有哈，没有，那我们要让大使休息哦。我们先来跟大使合影好不好？好，来，那我这边我就先停止分享了哈，先稍等我一下。对。那各位就是有镜头要开的都开了吗？这边来开镜头，稍等我一下哦，快速。3、2、1，好，那我们。感谢各位，非常谢谢大使哈，今天给我们这样子一个丰富的这90分钟的这样子的一个演说哈，那我们就期待下一场，我们大使再来给我们更精彩的，就是在进阶的这个部分讯息来给大家，好吗？好，那谢谢大使，那你今天辛苦了，就早点休息喽，感恩，那谢谢大家，好，拜拜，谢谢，拜拜。OK， 好，谢谢你，好，谢谢，拜拜，再见，好，拜拜。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